美方却认为，莫斯科正转向伊朗的真正原因是想要采购该国的无人机。在俄方宣布普京将访伊朗消息的前一天，白宫表示，伊朗正准备向俄罗斯提供多达数百架无人机，其中包括能发射导弹的型号。伊朗还将训练俄军士兵操纵这些无人机，使他们最快在本月内就应用在俄乌冲突的前线。五角大楼背景的美国《星条旗报》紧跟白宫炒作说，美国获得的情报显示，俄罗斯代表团接连2次访问伊朗卡尚空军基地，以检查他们为俄乌冲突采购的无人机。报道还煞有介事地称，伊朗军方向俄方展示了多种无人机，包括可以执行对地打击的型号，表明俄罗斯对采购这些无人机持续感兴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称，白宫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具有攻击能力的伊朗无人机正在卡尚基地附近飞行，俄罗斯代表团乘坐的运输机就停在机场。俄伊双方均对此表示否认。伊朗外长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直斥美方说法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则说，伊朗与俄罗斯现代科技合作可追溯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近期并无特殊变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他对华盛顿有关无人机的说法不予置评，德黑兰峰会也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俄罗斯求购伊朗无人机的消息未经证实，但却反复撩拨着美国的神经。背后的原因无疑是伊朗无人机拥有不可小觑的实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就开始研制侦察用无人机，并在战争后期投入使用。此后，伊朗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无人机研制和生产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无人机技术的提升与美国不无关系。早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制捕食者系列无人机就曾因各种原因坠毁，让伊朗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当时顶级无人机的残骸，从而消化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2011年，伊朗又通过电子战手段成功捕获美国 RQ-170哨兵隐形无人机，高调对外展示后还进行了仿制。2018年，伊朗军方再次捕获一架美军 MQ-9死神无人机，并在几年后推出类似 MQ-9的卡曼22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外界普遍认为，不断的捕获和仿制使伊朗无人机技术提高了几十年。目前，伊朗已装备多个系列的无人机，既有小型的自杀型无人机，也有大中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今年5月，伊朗首次对外公开了新建成的第313地下无人机基地。该基地作为伊朗第一个无人机专用地下作战设施，存放了上百架来自伊朗空军和陆军的大中小型无人机，其中最先进的卡曼22可以携带空对地导弹、激光制导炸弹和电子干扰吊舱。根据伊朗官方的数据，该无人机的续航时间超过24小时，航程达3000公里。除了型号齐全、体系完善外，伊朗无人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拥有较为丰富的实战经验。伊朗提供的自杀式无人机多次被也门胡塞武装用于偷袭沙特阿拉伯军队和炼油厂，而伊朗的大中型无人机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身经百战。此外，由于和美军的长期对峙，伊朗无人机在波斯湾也异常活跃，经常执行跟拍美军航母战斗群的任务，跟踪距离近，画质也高。相比伊朗，俄罗斯在无人机方面起步较晚。苏联解体后，无人机开发项目更是被迫暂停。直到2008年俄格战争，俄军才首次在战场上试验无人机，然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在叙利亚冲突中，俄罗斯人使用无人机搜索恐怖分子，并为地面及空中火力平台指示目标等，不过数量也不多。俄乌冲突爆发后，无人机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乌军使用土耳其制造的骑手 TB2 无人机摧毁了大批俄军重要目标。俄罗斯在无人机方面发力不足的劣势却逐渐显现。在其近2000架无人机中，大部分是侦察用途的小型机，用于轰炸的无人机只能携带小型弹药，打击能力有限。实际上，俄罗斯拥有研发和生产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能力。最先进的猎户座无人机与美国的捕食者
射属于同一等级，但缺点是由于产能不足、数量很少，因此鲜少现身乌克兰战场。近期，随着西方海马斯火箭炮等远程精确武器出现在乌东战场，持续打击俄军弹药库和指挥所，导致俄军进攻节奏明显放缓。俄军最好的反制手段就是部署大量察打一体无人机，而这恰恰是俄军的短板。因此，有观察指出，美国紧张的是，如果俄罗斯真的与伊朗达成交易，无疑会强化俄军在俄乌战场的监控、打击和侦察能力。一旦俄军获得伊朗制空时间长、搜索半径大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俄军就能更快反制乌军的远程火力，使得西方援乌自行火炮的战场生存能力大幅降低。哈马斯火箭炮这个最大的特点是射程远，能够达到将近80公里。这样的射程已经超过了俄军的那个大口径火炮的射程，而且呢，他们基本上是打了就跑，无法给它确定位置。那么，如果他有了察打一体无人机，发现了敌方目标以后，经过分析判断，是吧，就可以迅速做出决策，对这些时间敏感目标呢，发动及时有效的精确打击。那么，乌东地区的战场格局很可能会因此而发生重大改变。在美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公开吹风点题无人机之后，外媒都在热炒普京此访伊朗会否签署无人机协议。您对此有何观察？不管无人机协议签或者是不签，我都认为这不是普京访问伊朗的焦点。在我看来，无人机完全就是人为炒作出来的话题。沙利文上周在记者吹风会上刻意拿此说事，这呢是他指向明确的一个所谓议程设置，为俄罗斯和伊朗全面接近、关系升温来人造议程。那么对于沙利文而言，我认为真正关乎国际安全的大问题，反倒是他前任的无心的爆料。那么被特朗普炒掉之后，和特朗普反目的前总统国安事务助理博尔顿上周在接受 CNN 采访时就承认自己在任时曾经策划过海外政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为此呢敦促国际社会要追查。那沙利文他作为在任的国安高官，理应对此做出回应，他更应该就此来澄清自己有没有延续前任的做法，搞类似海外政变的策动。那么就无人机而言，且不说伊朗无人机它的真实水平与战力，单就沙利文的所谓爆料，伊朗外长邵中武在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时呢，已经明确否认要向俄罗斯大规模提供无人机。那么更关键的评估标尺，无疑是无人机在俄乌冲突这5个月来的战场表现和军力的权重。没错，土耳其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度曾经被不少西方媒体欢呼炒作为所谓的颠覆性的武备。爱沙尼亚人呢，还曾经破天荒的众筹捐款，向乌克兰捐赠了1架 TB2 无人机。但是乌克兰靠它逆转战场态势了吗？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宣称，绍伊古已经向俄军下令重点打击乌方中远程导弹和火炮，这显然意味着俄方对美西方军援乌克兰的这些个尖端武备是最为忌惮的。就俄方而言，作为全球军事大国，俄军无人机这5个月来的战场消耗想必是少不了的，补库存的必要性应该也是相当之高的。但是无人机在俄军武备版图中的它的位置和分量可从来不是什么 C 位，所以在我看来，西方媒体跟风沙利文炒作无人机，不是没脑子，就是刻意配合沙利文来设置所谓的议程，为普京访问伊朗添堵掺沙子。